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吧。先说一个数据，那贸易战打得怎么样？从4月份开干，4月份的数据出来了，怎么样呢？整个美国商品在4月份的进口额大幅下降了将近20%，创下了历史最大单月降幅。什么叫1930年，当时胡佛总统加了大关税以后，也没到这个程度。现在单月降幅20%。当然有一个好处，美国的贸易逆差在4月份几乎减半，那确实是平衡了，因为你进的少了嘛，这个确实是有啊。这是美国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整个的进口比3月份减少了684亿美元，当然商品出口增长了3.4%。这个也是在川普的你得多买我油，多买我气嘛，这个确实是有啊。等于呢，这个贸易逆差一下降了46%，它达到了这个战略目的。但是美国的进口一下掉了19.8%，掉20%，这情况怎么样啊？那美国这极大繁荣，美国这货架上马上就要显形。所以说呢，大概在5月底6月初，这是原来高盛他们的判断啊，大概在6月份吧，因为他们是总结当时上一次和中国那个贸易战，后来反映滞后45天到60天，所以说到6月份的时候应该就普遍出现了啊，那时候的通胀那都是贸易战真实的结果，现在还不是啊，现在还没有开始。好家伙，进口量下降了19.8%，大家注意啊，这只是4月份，咱们再看5月份情况可能比这更严重啊。这是这个数据了。那下边就说说川普的这个，那你最近干嘛呢？他发了俩帖子。首先呢，说到和中国的这个帖子啊，2周前中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啊，当时呢，我给他设了一高关税啊，给中国来了个突然断供啊，工厂很多关闭了，出现了轻微的内乱，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结果呢，我迅速和中国达成了一个协议啊，从这个即将爆发危机的严重局面中给拉了回来，因为我不想看到事情变得太糟。正因为这项交易一切都迅速的稳定了下来，中国也恢复了正常的商业活动，大家都挺高兴，这是好消息。但坏消息是中国没有让很多人感到意外，这时候上大写，它的字母全是大写，他们完全违反了与我们的协议。然后我这个好好先生到此结束。我当了一个好好先生，结果呢，他用大写，可以说用愤怒的表示，中国完全违反了与我们的协议。这是他发的第一个帖子啊，一会儿我们分析。说了后边呢又加了另外的一个帖子，说我很荣幸的宣布，我们把钢铝的关税从25%提高到50%，6月4号生效。说我们的钢铁和铝行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复苏，对我们优秀的钢铝工人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他发的这2个帖子啊，让美国的股市各方面都一惊一乍的，这就开始了。前面那个咱们先按下不表，先给他快速的补充，这个钢铝产品从25%加到50%，这啥意思啊？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大呀？啊，应该是有啊，还是很大的了。因为呢，上次就加了一次了嘛，这次又加25%。实际上呢，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钢材还剩0.8%，这就是毛毛雨了。你就是不做了，这0.8不做了，对中国影响大吗？也很大。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钢铝产品从第一任期的他加的那个特别关税，加上后来中国的钢铝产品是通过加拿大、墨西哥、越南、韩国等国绕道进入到美国的，来规避当时的那个高关税啊，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呢，美国后来收紧了对墨西哥的豁免，包括呢在加拿大啊那边呢也特别提出了一些格外的要求，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那在墨西哥、加拿大那边有点困难了，怎么办呢？中国呢就开始把重点放到了越南。
越南前一阵儿，它整个的进口，美国从越南的进口增加了143%，那也没听说越南的钢铁产品啊，它的钢铁制造业有大的增加呀。大部分产品都是从中国转到越南，最后跳到了美国，也就导致美国的进口激增了123%，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现在打这次的钢铝25%到50%，这就肯定没做了。那0.8这是肯定没了。然后中国绕道进入美国的钢铝产品有多少？占中国整个出口的21%。打着你没有，你这回旋镖还是奔你来了。周围的刚才说的这几个国家，因为我都是50%了，你也甭跟我转口了，谁也甭做了，他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谁也甭做，你绕到哪儿去，你有这个呀，50%你也做不了了。所以说现在呢，有没有关系？跟中国这也是有关系，因为你中国的钢产量、铝产量都在全世界产能的1半以上，铝大概在60%以上，钢大概是50几，那怎么着都打你啊！反正这件事儿啊，咱们临时给补充一下。那咱们回到川普发的第一个帖子，说中国完全违反了和我们的协议。那川普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咱们给讲讲这个理。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周六他做了一个表示，说川普说美国方面违反了贸易战休战协议。它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不愿意批准关键稀土材料的出口，是因为这件事，是因为稀土。那咱们就查查，当时你日内瓦中美联合声明是有的呀，签了半天，实际上就2条，就签成了2条协议。第一，互降关税，没违反吧？双方都做到了。第二，中国会暂停或取消4月2号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措施。大家注意，是4月2号。当时川普举着大板子，在那时候中国上了一些非关税贸易措施。那咱们就问，在那4月2号以后里边，包括稀土吗？咱们查原始资料。也就是4月2号之后，当时呢，那不是举着大板子对等关税，对中国的小商品也都上了大关税嘛。然后作为回应，中国在2025年4月4号对铧什么那叫什么乙等七类重金属就是稀土了，进行了出口管制，把多家美国企业列入到不可靠实体清单，列入到了黑名单。也就是这稀土是不是4月2号以后的？是，你是4月4号针对那个报复你加的这个非关税措施。那也就是咱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啊，双方呢这也是都达成协议取消这个，这是原文，这是原文。所以说当时在谈判之后，因为你就说了个非关税措施，都包括什么呀？在谈判之后，格里尔在记者会上就直接讲，包括稀土。你是4月4号给人家加上的。所以说到现在这个理，川普说的对不对？我认为川普说的没毛病。也就是在5月12号之后，双方签完这个日内瓦之后，美方想拿到稀土出口的许可证，到现在也不给。现在给了，放了28家，是欧盟的。美国现在给了一点点，而且那手续办的贼慢磨蹭蹭，拖拖拉拉，就算是没有，约等于0，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那人说了，那川普说我这都做到了，那你的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咱们公平的讲，是中国违约在先。因为这个后边才采取了各种手段对中方施压，开始呢，比如说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芯片，这都不行了后来呢，把你设计芯片的整个的软件都给你停了也不卖给中国国产大飞机了另外呢，要大幅度加强对台军售，刚才我们一开始讲了。另外，撤销中国在美留学生的签证这是
这就王八拳了，各种板砖就往你脑袋上扔，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稀土。为什么？卡着脖子了，你掐我的脖子，这事儿可不行，那我就掐你脖子。所以说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咱们看看《华尔街日报》把这件事儿当初是怎么说的啊？咱们给他这件事儿给说明白。据知情人士透露，月初在日内瓦的谈判中，北京方面在关键矿产问题上的让步是达成瑞士协议的关键，这是说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说，美国贸易代表当时向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提出要求，首先就要求恢复稀土出口，作为交换，美国同意暂停加关税90天。然后在进行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中的最后时刻，何立峰同意了这个要求，对吧？这是同意的。协议达成之后，双方就暂停了双方彼此加征的大部分关税，受到了全球投资者和企业的欢迎。然后这个日内瓦之后，北京方面放缓了对稀土和其他用于制造汽车芯片等关键元素出口的许可证批准。然后美国总统川普和贸易代表指责北京没有履行承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给我。你是兑现了，你都给别人了，你没给美国，所以说这件事是说清楚了。那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华尔街日报》讲，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经济大管家何立峰而言，在商务部5月12号发出了一个警告，也就是反对在全球任何地方使用华为升腾人工智能芯片。当时是美国商务部不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吗？不许使华为的这个芯片。那遵守稀土承诺的意愿开始动摇。北京方面认为，你那个美国商务部当时出的那3条嘛，是美国再次发起了一个新的攻势。那他们向华盛顿表达了不满。当时在韩国那不是有一个 APEC 有一个贸易部长会议嘛，提出了抗议。但美方当时的回应是，我们制裁这个华为的芯片，我们只是重申了以往美国的政策，那还是拜登时候的政策呢。那时候就说你不许卖，那不我只是重申了一下，所以我那不是新的，你还是要遵守瑞士的承诺。但是这个理由没有能够说服习近平和何立峰，所以说北京方面依然控制了许可证的审批，没有。这是《华尔街日报》把这个故事给讲得非常清楚了，说这些没有公开的内情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这日内瓦协议现在就面临崩溃了。现在美中双方都在试图扩大经济战线，这架越打越大。双方都试图以新的非关税手段来获得贸易战的筹码。那现在美国这边刚才说到了这等等，美国就开始什么都上了。那现在掐住了稀土这个脖子，那美国要不要命啊？快喘不上气了，因为来不及嘛。现在美国的很多公司，特别是汽车制造商，给白宫写了一个联合信。他们抱怨，因为中国迟迟没有批准稀土矿物的出口许可证，导致因为这个稀土是现代汽车多个关键部件的重要原料。现在讲，如果不批，那美国汽车工厂将不得不像疫情期间那样停产。掐住脖子没有？掐住了。你川普给汽车加关税忙了半天，需要汽车都回到美国。对不起了，稀土不给你，汽车就停产了。不光是汽车了，那造飞机的、造什么的全停产。那里边太重要了，这里边稀土会造。我那个清单哪天我再给您详细说它都影响到了哪儿。今天我看联合早报是有这么一个报道，列的是很清楚的，所以说没这个受不了。那现在呢，川普官员私下也承认，中国呢在协议的关键细节上反悔了，特别是稀土方面。那现在整个的谈判就陷入停滞了。贝森特讲，我是没辙了，
那就只有川普和习近平亲自打电话才能解决这问题了。我现在在授权的范围内，没辙了。那川普呢也对记者讲，我将与习近平通话，这是昨天礼拜五吧，还是在白宫他说了这个，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解决问题。但你解决啥问题啊？人家不跟你通话啊。那现在作为你没有遵守日内瓦协议，川普呢就搞了这么多事儿啊，现在呢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那中方到现在认为，到现在为止这个局面都是你美国的问题，你干嘛非封杀我华为芯片，然后你所有的 AI 芯片都不能给我，然后又打击我的中间产地、西产地都给我断子绝孙，那肯定不成啊。所以说到前两天《求是》杂志突然登了那么一篇东西啊，就是要做最坏的准备，4个底线思维嘛。当时呢就已经跟美国准备，如果你不退，那我也不退，咱俩就这样。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华尔街日报》写的这么一篇东西，我给大家就摘这么一部分，把梗概讲给大家。现在的局面是什么？你掐我的脖子，我也掐你的脖子。这稀土就掐住了美国的脖子，别的他拿不住他，别的美国求你什么呀？顶多是啊，那东西贵了涨价呗，能怎么地？你的电脑没有了，或者是你的婴儿床没有了，那就美国少买呗，20多个娃娃没戏了，咱买2、3个娃娃不也行吗？美国过苦日子呗，那个不算卡脖子。真正卡脖子的是，我一不给你稀土了，你啥都干不了了，我让你大部分工业，甚至就坐车的、坐飞机的，我让你停，就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那现在你掐我，我也得掐你啊。那咱们现在回顾一下，现在已经打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美国能掐中国脖子的都有哪些内容呢？那首先第一就是科技，现在正在掐脖子呢，那你掐我，我就掐你科技呗。芯片、设计软件啊，这个包括光刻机的出口啊等等，所有这些东西不彻底没有了，这是一啊。那另外就是金融，没到这步呢。2级制裁，你把人家从那个 SWIFT 系统里给踢出去，因为什么呀？你现在用不着这个武器呢，美国有用不着。别的呢，农产品你也拿不住它了，他现在给巴西和阿根廷下大单呢。能源你也拿不住它呀，那他从俄罗斯和伊朗搞一点你也管不了他。那台湾牌开始了啊，南海这牌都开始打了。那剩下的呢，那就没多大招了，那就只能又回到贸易，那就脱钩呗，那就加关税呗。等于现在美国能够掐中国脖子的有好多你用不着啊，你台湾那个呢只能小打，你也不能大打。你哪天卢比奥突然访问台湾，那说明两边都离打仗不远了，那就真红眼了，也不到那个程度啊，卖军火这个你管不着。所以说呢，美国现在能掐中国脖子的就俩，一个是科技，一个还是贸易，别的呢有点使不上力啊。咱们分析完呢，应该是这样。那问题是，刚才说到科技，美国全球最大的半导体 EDA 公司新思科技，他们已经说接到通知了，暂停对中国的所有销售，这个确实都有了，停止接任何的订单。啊，整个对，这全打，就刚才说的什么卖软件的，什么搞什么芯片设计的，你就彻底死。然后呢，美国计划扩大对华科技制裁范围，要打击那些被制裁公司的子公司。你老打他总公司，他那些子公司该活着也不成啊。他们连这个整个的清单现在都在往外拉，只要你总公司啊，比如说打你中芯。下边哪个子公司你控股超过50%，我连他一块收拾，啊，下个礼拜可能这清单就都出来了。他说的是6月初要拉清单，等于呢这就是打他的科技天花板再往下压。现在这个已经在做了啊，什么大飞机呀什么的那都不给了，那什么赛风的什么发动机都不给了，那都在做，甚至连人都要给你轰走，那就是把你的科技连根拔。
这个手段可以了啊。那剩下的那别的，刚才说了啊，打仗啊什么的，那都用不着呢，对吧？金融战、2级制裁那也用不着呢。现在就是关税了。那打完科技，那就是打贸易，那就是把你的贸易我给你加关税，咱俩就别做了。这有可能吗？有人讲川普弄不好下礼拜关税 3.0 就会上演。那 3.0 是从何说起？我估计第一开始说的是那54%嘛，第二不是 2.0 就是145嘛，那 3.0 那再接着整呗，再给他来个大关税，会吗？我对这个倒有点怀疑。大家听听我的道理啊。说到经过了这个4月份，美国的进口减少了20%，那中国的出口呢？数还没出来，我估计也好不了哪儿去。所以说，经过这1个月的较量，双方碰了这么一下，我估计现在双方心里都某种程度上有了底了。从中国这边呢，4月份已经这样了，我的经济数据、出口数据也出来了，好像也没有想象的天塌地陷，影响那么大。他到现在为止呢，他觉得也能扛。你看最后5月初你没辙吗？因为你各大零售商都逼你，最后你还得给我放开吧。习近平反而呢，原来就是知道这事儿啊挺含糊，真打起来，真碰了一下，也没有特别的那么恐怖啊，没那么恐怖。而且现在应该都看出来了，就跟我们事后分析的。日内瓦协议一签，很多中国粉红们说打赢了，川普怂了，川普跪了。在第一时间我是给大家分析了，当然有很多朋友当时第一时间不听我的啊。那到现在看很明显，30%再加上原来第一阶段的20.5%，你还这儿背着50%的关税呢。别再说你第一阶段的20不厉害，刚才说到钢铝，您那都绕道进入美国，为什么？就因为一开始那20%是很凶的。为什么你转产地洗产地啊？为了躲那个是在呢啊。那你加起来50%，后来中方想明白了，还是吃亏呀，还是没法做，就跟我们当时分析的一样，没有可操作性。很多的厂家说白了，整个的利润5%，再加点退税10%几，我有个不到20%空间，你又给加了个30%，根本没法做啊，还是做不了，那怎么办？就想反悔了啊！当然他找那理由啊，你不让我卖华为芯片，那都是瞎掰，你卖给谁？谁买你那个芯片？除了马来西亚，所以说那个都是找茬儿。我认为还是对整个当时何立峰答应的这个条件回来细一算账啊，当时从145降到30，觉着啊这个我们赢了，最后还是吃不下来。所以说呢，最后拿稀土又在这反悔，又开始耍赖啊，又开始掐脖子。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下，川普再多加多少关税，对习近平在那边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50他都做不下来，好。你给又加20，加70，或者又回到135、145，又能怎么样啊？现在已经没法做了。你再加又能如何？又能把它怎样？所以说，作为川普那边，他也应该很清楚的了解，你再往上加，习近平也不会搭理你的，他也不会怂的。而且你加上去，压力又回到你这边。为什么上次妥协呀？相当大的程度是因为有各大零售商的压力，大家得囤货，得存货呀。可是你再怎么存货，它也是有限的呀，对不对啊？你现在整个那物价，6月份大家普遍就开始有感了，这时候你再给它上一个大关税，那美国这3季度就没法过了。那你还怎么弄啊？6、7、8这3个月你怎么办呢？所以说。很多人关注，那已经双方都这样了，那他也不谈呢。那你说怎么着啊？那他也怕给你啊，我把稀土给你放了，你疯狂的囤稀土，然后你凑够一个数以后，
能有足够的时间等待澳大利亚在马来西亚那儿把更多的稀土开发出来啊，你争取到时间完了不要我的了，我这怕筹码也没了，你甭跟我来这套。现在呢，所以说呢，我一看川普一动台湾牌，我对他加关税这件事儿，我认为可能性就不大了。所以说下边呢，也就还是目前这个状态，就这么凑合着过。反正在这里边呢，中国是大大的吃着亏呢，等于50啊。他要如果能够认为加关税能够解决问题，他不会动台湾牌的。到现在小海那儿猛打台湾牌到这么一个地步，好要给大军火，甚至已经告诉国民党不许挡啊，挡这个预算我收拾你，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我认为这加关税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分析啊。我不敢笃定啊。我认为如果说100%的话，我认为60%的可能性啊，在近期内加上关税的可能性不大。当然40%是加，我认为60%不加，这是我目前对这事儿的判断啊。来吧，咱们说那下一步怎么着啊？判断一下吧。我认为下一步的谈判将进入到表演模式。那现在跟我们之前的分析啊，咱们都是贯穿的。现在川普和贝森特都已经表态了，对中国的态度表示了愤怒。最容易解决的芬太尼的问题，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那你怎么办？他就没进展，他就不让步嘛，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另外，川普念兹在兹的那个贸易协议，现在眼看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大家读一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边那8条，那里边确实有开放市场的内容。包括不能操作汇率啊，人民币汇率也不能操纵了。另外呢，保护知识产权等等，那里边要开放市场。川普念兹在兹，中国要对我们进行开放，应该是在瑞士那2天里边聊过这个内容，协议里没有啊，应该是聊过这个内容。所以说，川普就把这件事当真了。现在还是我们之前说的，怎么开放？开放你什么？你美国的长处是什么？制造业，制造业是我给你，你的制造业上我这儿来干嘛来？我不要你的东西啊，你一直买我的东西呢。农产品那也不值钱，单价低，能源也是单价低，那能买多少啊？所以说，美国最强的是什么呀？是服务，是服务业，那就厉害了。银行、保险公司啊，什么好莱坞、NBA。另外，就是推特、脸书所有的这些网络平台，这些大家伙要进来，那银行不能让人家进来吗？能进吗？货币自由兑换，你能答应吗？他那一答应不彻底崩了吗？金融服务能让美国人在中国做？你现在在中国存完钱到那说我取5万块钱现金吧，都取不出来，那人谁还敢在你的银行里存钱？不都跑到美国花旗银行跑这些银行里去了吗？那还得了？不可能的，这要中国命的，这绝对不可能放开的。文化产品，习近平好不容易把英文字母都快给踢出去，都改汉语拼音了。好，您的文化产业大规模回潮，那还得了了？那没法开。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川普前一阵应该说还是有天真的那一面，认为呢有可能谈。我相信川普到现在已经明白了，他已经明白了，不可能开。习近平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给你多买，市场是不可能对你开放。我多买你点东西，这事儿到头了，仅此而已了。然后你稍微给我加点关税，让我还能在你那儿能做生意，我再多买你点东西，这买卖也就充其量到这儿了。那你要把这贸易战打成这样，那川普就算输了嘛。所以说呢，那个谈判肯定是协议是没有了。那现在川普还要跟习近平通电话啊，贝森特也讲后边还是要跟中国官员谈，他们在说什么呢？还不明白吗？经过日内瓦这堂课，贝森特你还不知道对面坐着的那帮人什么东西吗？
我认为现在他们进入到一种表演的模式了，还是要谈一次。我必须跟美国人把这件事儿、把过程走完。川普那帖子一发，美国人应该明白了，这事儿可不赖我们，是中国不对，对吧？我们都做了，很多人到今天也不能理解，中国你为什么不能对美国开放市场呢？咱们为什么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彼此互相这个张开怀抱来做生意、交朋友呢？那川普必须把这个过程走完，让美国人看得清清楚楚。这事儿可别赖我，不是我欺负中国，大家别骂我。我们一直被中国欺负，我们是贸易保卫战，这件事儿必须要把它演明白了。所以说，川普一定要跟他再谈一次，谈完了一次不行，我仁至义尽，我已经想尽了办法了。那时候大脱钩上演，那美国人就要扛这件事儿了。那下一步物价上涨或者是怎么样，我尽了最大努力了，我都演给你们看了。这事情的实质就这样，对方他不讲理，那时候就不能说我无能，不能赖我。那美国的，我相信民族主义情绪也会上涨，干他，跪了我们认了，抵制中货，那玩意儿都有可能出现啊。就像加拿大头一阵干美国人一样，那你把川普只要把这个表演模式从头到尾的，我尽了我最大努力，我这该怎么地怎么地了，他那儿还这样，那咱们就干他。所以说，我认为现在要进入这种模式。那你说习近平呢，也进入了表演模式。首先，我那协议不可能给你，我不可能给你开放，那就无果嘛，无果而终。这个前途这个道是看得很明白了，没有结果，那怎么办呢？我也要跟你表演，表演什么？我半步不退，是你们欺负人。芬太尼的事儿绝对不能退，这一退，那我这怂了吗？我哪个我都不退，我跟你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我知道我贸易我谈也是完，不谈也是完，但是我现在在政治上我要得分，我扛你川普这3年，再往后你也就3年嘛，我把你熬下去，我甚至只扛1年半，只要到明年的中期选举你一跛脚，到那时候你还这么横，所以说我就忍了。我也知道你跟我加关税也没用，因为你是在给自己加关税嘛，你在给老百姓加关税嘛，你所以说你爱加不加我也不管。那你要说现在这么做出口会下降，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又不愿意跟你签协议，我又不愿意给你打开市场，我就这样。所以说双方呢就是处在这么一种这么一种对峙的状态，就以眼下这么一个模式，谁也不让，谁也不谈。川普是跟美国老百姓说清楚了，这事儿不赖我，而且习近平也跟自己的老百姓说清楚了，现在受罪全是他的事儿。你看我民族英雄，所以说马上双方就会做到一种姿态性的一种表演的模式，一种状态。所以说下边这谈判，我现在我也不指着这件事儿我认为这个没什么希望，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啊。